好，应该可以了哈。观众朋嗯，友，大家好，我是巴蜀联协会的罗忠玉。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曾曾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访谈。然后，我们呢也就曾曾女士也很忙，然后我们现在都直接开始。那可不可以先请那个曾女士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让我们的观众更了解、更熟悉下你。我叫曾曾哈，我就是应该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出生的，在四川中江县。然后小时候呢，我爸爸那会儿是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嘛，遭整发配到一个叫汉王镇，现在应该属于德阳市的汉王镇，很小的一个地方。嗯那个地方去进行那种算是下放啊、改造啊那些。然嗯后我小时候呢，父母分居，大家可能年轻的人不太了解了。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说，你父母工作调动都是要有政府允许的，政府不允许你就调不到一起。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就父母分居了很多年。我小时候跟到我父亲呢，就在那个汉王镇，嗯还是很破旧的一个建到河滩上的一个啥子名堂粮食机器厂里头度过的童年。然后汉王镇小学那个时候，全镇好像就只有3万人口，很小的嗯一个地方，只有那么一所学校。嗯所以在汉王镇小学、汉王镇中学读的初中。嗯然后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呢，那会儿文革就结束了嘛，结嗯，束了。我父亲是西南政法大学，那个是在重庆市毕哎，业的。所以那会儿要文革以后要说要公检法要重建起来，文革当中不是都砸烂了啊，又嗯把我爸爸调回到绵阳市去，是公安这个叫做司法局去工作。嗯所以呢，我又跟到我父亲呢，就到了绵阳。所以我是在绵阳南山中学读的高中，那个好像当时是四川省的一个省重点，是很好的一个高中。所以3年高中呢是在绵阳市，然后高中毕业呢，我就考上了北京大学，然后就等于那年是哪年84年就嗯到了北京大学，然后在北京大学上了本科，上到研究生毕业到91年。嗯然后毕业了呢，我学的是理科，叫地球化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等于是一个化学和地质的这个边缘科学。然后就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嗯工作，那个相当于国务院的一个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嗯在那儿哈些工作了几年，然后后来又调到当时叫做清华紫光投资顾问公司，应该是嗯跟做证券投资行业有些关系的嗯工作。然后这个大概就是我的工作的经历。然后个人经历呢，我等于就是92年的时候，就是参加工作1年之后，我生小孩儿的时候呢，遇到那个医疗事故，所以说一下身体就垮了。当时2次大出血，产台上就下不来了。后来产后18天又大出血，送到医院去抢救，后来又输血感染了个啥子名堂丙型肝炎，嗯肝炎嘛，所以当时的身体一下就垮了，等于产后其实。好几年都在医院头来来回回的住院，都没有能够工作，也没有能够照顾家人、照顾小孩儿。后来到97年，是我家里面的人，我妹妹、我爸爸他们当时他们还在绵阳市嘛，在绵阳市开始练法轮功，所以嗯他们练了1个多月以后呢，哎，觉得很好，就给嗯我寄了一套书来，让你看哈嘛。嗯我那会儿身体不好嘛，也是病急乱求医嘛，西医、中医等于气功，嘿，啥子都有办法都想尽了，没法。嗯后来他们给我寄了一套书呢，哎，我就看一下这个嘛，一嗯看呢，等于我就看进去了，我也就开始我也开始练嘛。嗯我当时在北京练，等于就练了2年，99年，在现在大家都知道，99年嘛，就是开始就遭镇压了噻，镇压了我就到抓了4次，抓了4次，后来就送到那个北京女子劳教所劳教了1年，就是因为这个法轮功这个问题。嗯然后劳教完了，就是2001年，我当时在劳教所的时候就决心就是太黑暗了，因为我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从小嘛，再说父母算是癌症嘛，但是我个人嘛，还是在那个体制里头哈，一嗯直都是3好学生啊，啥子名堂保送啊，我北大研究生都是保送的，我还大学头还入了党，
一直都是还是很顺利嘛，就是人生嘛，除了这个身体不好，嘎，还在政府系统头工作嘛，还是混得不错嘛。一下子到了那个劳教所，我所见到的一切，我觉得简直比那个我们在电影头啊、历史书头看的那个希特勒的那个集中营还要黑暗，我觉得简直是。当时的受到的内心的震动是很大的，所以我就当时在劳教所，我就下定决心，出去以后呢，我要出国，我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我要告诉给国际社会，嘎，我当时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以2001年呢，还算就是运气好嘛，我就出了。从劳教所放出来4个多月以后呢，等于9月份我就拿了弄了一个3个月的商务考察签证，跑到澳洲去，申请了避难，大概等了差不多2年嘛，就难民就在澳洲就申请下来了。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这也就转年了20多年了，嘎，就一直在澳洲待了10年，然后又到了美国，又差不多10几年了。这20多年呢，一直都是从事写作啊，从事媒体工作啊，新闻报道啊。我现在呢在开自己的那个有关频道，我主要是做英文节目，中文节目做一点儿，哎呀，就是做的太少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英文节目，然后在油管上啊，在脸书啊、Twitter 啊，现在叫 X 个平台上，其实主要就是讲一些跟中国的时政相关的一些新闻和评论的内容。中文频道呢，还是以我个人的这些经历啊、故事啊为主。我刚才谈到我出来就是想写书嘛，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而且还是比较幸运，等于中文和英文版都发表了。然后后来2010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还有人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英文的纪录片还得了奖，所以呢，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反正大概经历就是这么个。太谦虚了，太谦虚了，你的经历确实很传奇。我看到的那个静水深流，我确实很受震撼，因为确实从我们的人来说，没得那种经历的，特别是我们听到起都是你偶尔会听到起，我重庆人，重庆公安局是特别黑的噻，你会听到很多那种杂七杂八的故事哈，在社会上面流传，但是你说就像你在书里描述的经历，确实是我完全不敢想象的，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的。我觉得也确实很不容易。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更多的关注郑老师真的是也可以关注他的频道。然后那么我接下来想聊一些都是具体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了，都是你刚刚生完娃儿过出血身体不好哈，然后开始找各种办法来，就是来医个人的病哈。但我原来也有个类似的经历，当然我跟你不一样哈，我没有身体撇到那种地步哈，我只是打篮球，我说我脚遭歪了，好脚遭歪了过后啊，我爷爷他都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你那个不需要去医院，说我给你运个气功就好了。好，然后我就让我想起当时哈，特别是在四川、重庆地区，在川渝地区，还有很多那种都是民间的信仰和民间的宗教，好像特别流行，特别是对医疗啊，或者说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啊，它好像给了我们一种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你觉得都是因为你在书里面提到说。你从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变成了一个有信仰者，变成一个 believer。好，那么你觉得那个和那个在四川的成长经历有没得一点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有关系呢，在于我就觉得我现在是回想我那个经历哈，因为其实在文革期间是在那个四川绵阳那个叫什么汉王镇长大的，是很闭塞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有一点儿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呢，是我当时有个同桌。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4年级的时候才转过来的一个。他的爸爸呢，就是汉王中学的那个校长。他们家里头呢，当时文革的时候，啥子面上，以前文革之前的那些文学名著啊，包括就是海外的、中国的，通通都给你整成读抄了。当时只必须读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共产党出的那些宣传革命啥子面向英雄的欧阳海啊，啥子面向苦菜花呀，就是雷锋的故事啊，那些才准你看。但是他的父亲呢，因为他是校长，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家里面窝藏了很多应该被销毁的那个读稿。他呢就从家里面就一本一本的偷出来，
偷奶奶的带奶奶，我们两个就偷偷就是在那个教室头，别个上体育课不是到那个操场上去上体育课啊，我们两个就装病说，哎，肚子痛，就留在教室头，偷偷的看。所以我当时看了很多禁书，其实当时还年龄还很小嘛，是小学4、5年级，啥子名堂《红楼梦》啊、《西游记》啊，还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那些童话书啊。我觉得那些东西呢，当时看得似懂非懂，但是呢，就是当时因为没得书看嘛，叫你都是嘛，那几本啥子名堂革命书籍一会儿都看完了，没得书看，你一下来了这么多，就是说被打成毒草的，作为禁书的这些东西看。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就是跟共产党想要把就说中国人切断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统。包括你说《西游记》，它其实整个就是讲的是一个修炼的一个过程，对吧？西天去取经、妖精啊，啥子么佛啊、菩萨呀，很多神奇的事情啊，包括你看的那个格林神话呀，啥子安徒生童话啊那些，也全部都是很神奇的事情，所以就好像在我的心里面就打下了一个，跟这个传统的那个就是共产党想要。从我们这一代人都隔绝了，不准你看那些东西，但是我就通过看这些禁书呢，好像就把它联系起来了。所以当我后来就是在我是31岁的时候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法轮功主要的著作哈，是根据他那个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他各地的演讲把它整理成的一本书。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把我这30年之前所看的一切的书，包括小时候看的这些禁书，包括在大学当中呢，我开始，当然那个大学时代就已经是文革之后了，改革开放了，我84年进大学，而经历了89、64的学运，所以那个时候，北大的思想相对是很开放的，所以各种书呢也看了很多，就是中外的一些哲学的书啊，各种对于气功啊、人体特异功能各种探讨。就是我就觉得把我这30年之前所看的所有的书所形成的一些，当时是联系不起来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说《西游记》和《红楼梦》和格林神话和这个，都是一些就是说。每一个书是每一个书的东西，包括后来我看很多哲学门派，是不是嘛？你康德是康德的理论，嘎，你那个另一个哲学家啥子名堂，沙德是沙德的理论。但是我后来看到转法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把我之前所看的所有的这些知识都能够把它连贯起来看。然后我就觉得我看的之前所有的这些书呢，都是为了在我今天我能够真正的看懂《转法轮》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你说有联系呢，也有联系；没得联系呢，也没得联系。好像是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佛家讲嘛，缘分嘛，可能就是一种缘分。还有我就说很多年来，我都对于很多问题有一个思考。那他这本书呢，就是说，回答了我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思考的，还有很多疑问，就是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完美的一个回答。所以就说当时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其实那种感觉，好像说用英文来说，应该是找到一个 calling，或者找到一个 purpose，好像那种感觉。其实我在做那个巴蜀独立相关的事情过，我也有了类似的感觉。有时候好像说前些年把你生活的经验全部串起来了呀，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因为我的我妈那边老家是川北那边的，然后我的那个应该是我们喊那个祖祖嘛，喊祖祖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是个端公，好。他也是个端公，然后但是你那个共产党来了过后，他不准他搞那些噻，你刘国是人家。然后他因为端公原来是信都是师傅带徒弟啊，然后他也没法教徒弟了，然后他个人手下的书也都必须全部拿去烧了，所以说后头很多些东西烧了。但是都是他给别个小娃儿驱魔呀，他给别个算命的那些故事，现在我们屋都在摆，都在经常听到起他们在摆，所以那个都是给我好像。对那个四川、重庆地区、对川渝地区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感情，好像那个是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就是那感觉我可以体会。好，那么但是你刚刚说到提到说那个都是转法轮那本书，都让你找到了一个好像是找到了一个 purpose， 找到了一个 calling， 都是一切的答案。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更具体的谈一下，就是你认为法轮功最打动你的那一点是啥子，或者说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啥子？可不可以更具体的谈一下？
我觉得可以从2个方面说，一个方面呢，当然我就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是我觉得从哲学上讲，我就觉得属于一个自我的觉悟的一个觉醒，你就开始去会想，在那个之前呢，我就生活都是很懵懂，嘎，然后大人告诉你你要好生学习，嘎，长大了要找个好工作，或者你要当个3好学生，你要再拿第1名。就是一路呢，就是听到大人教你咋子，老师教你咋子，家长教你咋子，你这么去奋斗去过来的。好像当时我觉得，思想很单纯，也没得啥子想法。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经过了一个自我的一个觉醒，就觉得就会开始去思考一些成人要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就说，哎，人是为啥子要活在世上呢？我拿我这个生命是哪里来的？就是哲学家不是问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啊？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千百年来人都会去问的一些哲学的命题。我觉得作为每一个活在世界上，他会有能力思考的人，不知不觉我就像那个台诗德贝加的台诗那个小说说的，说每个人看到星星的时候，都要开始都有成为一个哲学家的一个可能性，就说你都会去思考，人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中，人是算个在哪个位置上？然后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宇宙的关系，然后以及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我至今依然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最重要的人生的问题，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是为啥子活在世界上，你的目标是啥子，你的价值是啥子，你为啥子要去实现这个价值？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我活的其实是很痛苦、很迷茫的。就是说，第一，我不晓得我为啥子要这个生命，上帝给了我，当时不信上帝哈，就是说我有这个生命，我应该拿我的命来干啥子？是追求事业啊，追求成功啊，追求爱情啊，追求幸福啊，还是说爪子？然后呢，就是说，我应该以啥子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呀，我要有个成功的事业，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觉得，哎呀，我现在看到我高中毕业同学的留言，你说的你要当个居里夫人呐，这么那么的，嘎，就是说。大家流行的一个就是说你要追求事业的成功，还有呢就是你要努力的奋斗。但是社会上当时的现实呢，就是说你要去奋斗，你就要想办法把别个踩下去，嘎，你才能够爬得上去。比如说你就说当时我们推荐研究生嘛，一个班30多个人，就只有2个名额，你就推荐不到别人，你要想上去，你就要把别个踩下去。好像就是说这个社会就是很推崇那种，就是必须互相推搡，你就说你要跑得比别个快。现在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这种想法，就觉得我们要赢在起跑线上，一天到晚脑壳想的都是咋个和别个竞争，咋个我比别个更加出人头地一点。一方面呢，我就觉得社会的大趋势推动着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走，这样子去奋斗，你才是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的这个价值标准。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非常违背我个人的本性。我这个人就不想跟哪个奋斗。你比如说去比赛，我不想去跟哪个打拳击。我觉得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好残酷嘛。我说作为体育比赛，我喜欢比如说体操啊，你做一套，你的我做一套我的，然后裁判打分看我们哪个做得好来看哪个来赢个。我就觉得你把你个人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为啥子把别个的为了你跑得赢别个，你要把别个的腿打断，你好得第1名呢？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很痛苦，我不想这样活，但是你不这样活呢，好像你在社会上又吃不开，大家都说你瓜娃子个。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是非常折磨我的一个事情。就说我不晓得我为啥子要活，我应该怎样活，这个是人生2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是从哲学上来讲哈，从科学上来讲呢，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也是从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想哈，人类的科学或者说技术其实到了爱因斯坦之后，
我觉得没得实质性的进步。现在所有的进步都是技术上的进步，不是科学上的进步。而人呢，我当时就觉得他可以卫星都上了天了哈，然后啥子在地下打洞，当时啥子超深地转可以打下去10几公里，好像就说天上的事情我们也晓得了，地下的事情我们也晓得很多了，但是我们最不晓得的就是我们人自身。就比如说我为啥子今天高兴了，为啥子我今天高兴不起来，为啥子来了个感冒我难受1个星期都好不了。人甚至我去想，看了释迦牟尼的传记，他为人的生老病死，就是人生的把苦在那儿烦恼的时候，我也开始想，人有没得可能战胜疾病，战胜衰老，战胜死亡，战胜愚昧。这些就说从自然科学上来讲，我就觉得人上天入地好像都晓得很多了，但是人对自身的了解太少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都控制不了。所以我就觉得从科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你越是不了解的东西，越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是不是嘛？我们上矿物课的老师就经常说，哎，你看到一种不认识的矿物，你就感到非常高兴，这就说明你即将认识一种新的矿物，嘎。所以我当时呢，就对生命科学啊，一些解释不清的现象啊，中国80年代，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那个时候80年代，整个中国的科学界对于气功啊、人体特异功能啊出现的一些现象，非常的着迷。其实当时好像国际上，包括前苏联，他们也在研究，好像有没有可能用一个是用到当间谍，然后有个特殊功能，天里眼我把敌人的秘密都看了，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探索外太空。就说那个时候呢，整个中国呢，就说有科学界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在把这个人体自然科学啊，就是很多很神秘的现象啊，以一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态度和手段和精神去把它当过一个科学来研究。所以当时北大连生物系有2个教授就开了一门全校公共性选修课，叫人体和特异功能研究。我呢就是出于对生命科学，我就觉得虽然我是学地质的，但是我就觉得人类的科学要取得进步，一定下一步是从生命科学的领域取得的。我就是本着这种看法呢，我又去上了这门课，就是把这个很多，其实我都跟他谈到，是因为身体不好，我练了很多功，但是当时我练了很多功，练了4、5种，不是出于想把身体搞好，是想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每次练啥子名堂功，我都很仔细的记笔记，还科学研究嘎，就是说，就是说把一些自己体会啊、现象啊研究起来，就觉得，当时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说，现在科学还很不发达，还是对很多现象呢解释不了它的原因，但是我们先把现象很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等也是给积累科学研究资料嘛。你有很大量的事实之后呢，你下一步再来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嘎。所以说，当时从哲学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呢，我就是思考了很多问题，想了很多问题，然后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就回答了我所有这些问题，而且他特别神奇的是呢，他打通了我们在学校头会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把它分开个。在转法轮的这个概念当中，他就打通了，没得啥子名堂人文科学，啥子名堂自然科学，啥子，他就是完全给你打通了，他解释了你人为啥子活到，你人的生命是哪里来的，你人到了地球上，你是应该来抓子的，然后你要通过啥子样的方法才能够完成你来到地球上的目的，然后就包括很多之前我们那个北大生物学的老师解释不了的事情。你就说人的摇式功能是哪么回事，天目是哪么回事，就像你说的发个功看下病是哪么回事，他那个里面用非常简单的语言，3、2句话就把你说清楚了。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因为你用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去把一个事情说清楚，那个不算你本事。你用非常简单的小娃儿都听得懂的语言，但是你把那个很深奥的问题，
把他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一种举重若轻，他就把他说清楚了。你比如说，我看释迦牟尼传的时候，那释迦牟尼到现在还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佛教的创立者，一个觉者，那他的传记就说他坐到这个菩提树下打了坐七七49天，他就开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了。我当时佛经也看了很多，我就总想着大彻大悟是哪么回事？我也到那个菩提树下坐49天，我得不得大彻大悟啊？那个专访人里面也说得非常明白，就是他那个大彻大悟是咋个回事？我就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把这个释迦牟尼的事情也说得这么清楚，他一定是比释迦牟尼还要高，他才把他说得清楚的，是不是嘛？你还在仰望释迦牟尼的时候，你说不清楚的，你就觉得他很神秘，他很伟大，很了不起，但是你把他是哪么回事，你保证说不清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表面上语言看起来非常简单，农民都看得到。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娃儿不是4、5岁了，娃儿都看得懂。他拿着我看书，他也抱起来看。我娃儿呢4岁多，他完全看得到成人的书了。我从1岁就开始教他认字，所以2岁认几百个字，3岁就可以看儿童读物了，6岁看成人读物没得问题了。所以他当时4、5岁，他看得津津有味，他也觉得他完全看得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非常非常神奇，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看待世界、看待人的生命、以及它就说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观。同时呢，它也给了你整个一套的方法论，就说你应该用啥子样的方法，然后呢才能够去达到你通过你在这个新的世界观之下，去指导你的人生，指导你的修炼。所以我就觉得哇，太了不起了，而且是超过了我之前最美好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说，我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他都非常完美的回答了，而且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这个想象。所以我一下我就看进去了，我就觉得简直是太了不起了，而且他就是恢复了我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信心。我觉得在那个之前，你看到这个世界觉得好黑暗哦，那个贪污啥子面上，啥子面上那个乌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坏人好像想抓子就抓子，好人不好报，坏人好像很逍遥。你觉得你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我做好人还有啥子意义呢？你包括你教你娃儿，你都不晓得哪么教了。你说你去教他做个好人呢，你要说实话呢，还是说你要撒谎呢？你教他撒谎也不对，可是你说实话，你好像就在这个社会上根本就吃不开。现在你看嘛，大家都是张嘴就说谎话，觉得说谎话很好啊，给你方便啊，就让你很容易就摆脱一些事情啊。就说他就让我恢复了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心，就是说中国人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在这之前，不管哪个来跟我说了很多话，你看嘛，学啥子各种学说，看各种书也看了很多，但是真正的让我看进去的或者真的完全接受的没得。但是这个转法轮这个呢，就让我彻底的颠覆了我之前的那个世界观，让我建立一套完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观，而且我完完全全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应对我所遭遇的一切。所以在那之后，我有时候也给别人说，我说以我之前修炼法轮功之前的那个身体状况和心理素质，我到那个劳教所第1天，我就要把在墙上去撞死。我找那个妓女把我整到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到，然后稍微一动他就拿脚踢我，然后说的警察喊他这么重的，你看我白大高材生的所谓的，我跑到这儿来受你这种妓女的气，那我当时我觉得，我要是没有修炼，就当时那种屈辱、那种羞辱，我就肯定一头就在墙上撞死算了。但是我不但就是说我非常平和的承受了一切，我心里对他没得一点儿的啥子面上气恨，而且遭受的那么残酷的酷刑，像你说的，我真的把那些细节讲出来的话，所有的人听了都会觉得很震惊。但是我以我原来那么弱小的那种肉体和心灵，
我修炼了之后，我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内心的那种力量，还有这种良好的这种心理的素质和身体的素质，我能够从那么简直就是说魔窟一样的这个地狱当中的那种走出来，而且我还依然能够保持非常良好的、健全的这种心理。因为很多人，其实我有朋友，我认识的，他们坐了牢的啊，他一定是有啥子面上创后什么的创伤什么我就是那个症，我都说不太清楚那个名词，就是说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我一点儿啥子问题都没得，我就觉得这些呢，就是说确实从我个人的修炼上呢，就说他反过头来去证实了法轮功当中讲的一切呢，都是真实不虚的。你真的按照他的要求的去做的话，你真的他那个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你比如说我的病好了，我觉得那个只是小菜一碟，我一般我都觉得不值得一提的。但是一个人，我们都晓得，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你要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啊，他的性格啊，他处事的方法啊，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转法轮》这本书呢，我至少晓得，很多很多修炼的人，他们都说自己有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其实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性格、人的本性和人的那个内心。他从一个不愿意吃亏的人，现在变成了明明白白的，哎，人家占我便宜，我还能够很平和的去处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只有每个人真正的修炼的时候，你内心发生改变的时候，你才可以意识到他的力量的他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虽然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受了这么多折磨，受了这么多的罪，但是你把我现在的日子和我没有修炼之前，我觉得人最苦，佛教中讲无明，就是没得那个无明，就是明白的明。我觉得人最苦的就是活在无明之中，就是你不晓得你为啥子活着，你不晓得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啥子。我就把我现在的日子和我在生活在无明中的日子比较起来，我说现在好100万倍都不是。我还是哪怕在监狱窝头最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我没有修炼法轮功的时候要幸福100万倍。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理解，但是这个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那个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说，我觉得跟你有类似的经历嘛，但是我的理解我可能表述出来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用佛家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以前我可能生活在一个叫卧轨道里面，就是他不是讲六道轮回的，就是一个卧轨道，就是你干啥子得不到满足。就是你不管做啥子，你不管看再多的书或者学再多的东西，你做再多的事情，你不管是耍得再高兴，或者说是啷个你或者说你再有成就，你都感觉不到满足。你觉得那个事情他老是你心头会慌，有一种焦虑在。好，但是那个我开始从事那些事情过后，那些东西慢慢都没得了。我想可能，当然我肯定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那些挫折和痛苦啊，所以说我那个比较其实有点冒昧哈。但是就是我那种心情，我觉得我是可以体会的。还有尤其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啷个教娃那个事情，确实还打动我，因为我有一个小娃2岁多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只会想，就是他会逼到你去，就是哪怕是你可以平时把你人为啥子要活起，人应该啷个活起那个问题先抛到一边不管，当你看到你娃儿的时候，他会逼到起你问你个人，就是你要啷个把那些交给他。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让我很有感触。然后然后都是下面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我记得到在你那个回忆录里面，你讲的是说，是你的妹妹是从最开始给你讲的那个转法轮那本书，是不是？他们在老家的时候才晓得的。那么就是我想问下你清不清楚，比如说在川渝地区的法轮功，它是大概是个啥子样子的情况呢？据我所知呢，因为我当时开始修炼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四川很多年了哈。但是我那一年是修炼了1年以后，98年的时候，我回到绵阳的时候，让我发现绵阳当地练法轮功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我后来是通过后来看一些资料嘛，我晓得嘛，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他当年传功的时候，他是到各地去办学习班，大家来参加他讲课啊，然后教大家练功啊。他到成都、到重庆都去开过学习班，所以当时重庆和成都亲自
参加过他学习班的人也不少。具体有好多人呢，这个就很难说，因为法轮功它是一种松散的，它不叫它都不叫一个组织，它就叫松散修炼。当时的形式呢，就是说，哎，你通过各种方法，你晓得了，就大家都是早晨到公园头去练功，你练功没得哪个说拿个花名册把你记下来哦，你叫啥名字？你在哪里练功？所以你来了，大家就跟到大家练，然后辅导员呢，他就会来教你做动作。都是义务的，也没得哪个登记，所以说有好多人呢也晓不得。但是据我所知呢，人是很多的。我当时就说在北京嘛，在北京我早上坐到公共汽车，就说去上班的时候，你走到那个路边，你就看到，只要是经过一个公园啊，或者一个大的商场门口有点空地啊那些，到处都是练法轮功的。四川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全国各地，尤其是就是说李先生直接去办过班的地方，那练的人就特别多。你看，就镇压了以后，我就是到99年底、2000年初的时候，我还回绵阳去过。那个时候嘛，大家都转入地下了嘛，但是地下的人还是不少。我高中有个同学，就是后来我晓得嘛，他也在练法轮功，我还就跑到他家里面去，他又找了很多当时的人还在练的人，我们又来聚会，来互相交流情况嘛。我跟他们说，北京的情况如何，当时的他们的那个情况如何。所以说呢，你从那个法轮功有个网站在叫明慧网上看到呢，也经常看得到来自四川的报道。四川培海法轮功就是还是整得很凶的。绵阳有个新华老教授把那个很多法轮功学员整去关那个烧砖，这个也整得是很惨的。所以说呢，具体有好多人呢不晓得，但是当时反正他们共产党后来他就发现法轮功练的人太多了，因为他确实就是说它非常有效，它就这样，我们就不说解决你的思想问题，就说解决你的健康问题这个方面也是很有效的。所以当时很多身体有问题的人，他也都来练，他又不要钱，义务教功，喊你做好人，然后大家都是我学会了教给你学会了教给他。就是说，社会上当时好像还没得哪一种工完全是就是这么无私不收钱，其他那些工多少你去做啥子还是要收点你啥子钱。至少我去原来练其他的工，至少凑在一起喊你交电池钱，大家凑在一起放录音机，不是要用干电池啊？过一段时间还收点钱。法轮功从来不收钱，那个干电池那些都是那些所谓的辅导员，他们拿回家去充电，充了电用他们自己的，等于家里面你要多交电费噻。然后供给大家，义务给大家那个放录音。所以说它发展的很快。当时中国它公安部好像说花了从96年到99年调查了3年，他们用他们的方法统计，所以他们当时估计说是7000万到1个亿的人在练法轮功。他还有可能还统计那个法轮功那个书卖出去的数量啊那些啊。所以说当时就说为啥子他后来要决心要镇压法轮功呢？他们就觉得这么多人，万一法轮功当中有哪个人站出来说，哎，我们把共产党推翻嘛，嘿，这么多人就不得了，是一个不得了的那个政治能量。所以他就不允许了。之前他们说的，说的那一年好像是哪个？他们说朱镕基说的嘛，啥子？说的练法轮功，要是说一个人能够给国家1年节约1000块钱那个医药费，这么多人练，还给国家节约不少钱，就让他们练嘛。所以他从92年开始创立到99年7年当中发展很快，就说他确实有效。然后呢，当时政府呢，虽然有的他公安部门有的人想整他暗中调查呢，但是他也有像朱镕基这种人还是主张就喊他们练嘛。所以当时呢就还是发展起来了。所以我相信四川你要是按他的人口比例来算呢，肯定还是非常多，但是到底好多确实也不晓得。但是我回去我98年那时候还没有镇压嘛，回去过去公园头练过，公园头人也是多得很咯，就是一大片。当时其他的气功80年代开始很多气功兴起，但是到法轮功起来之后呢，慢慢很多其他气功就慢慢就没得啥子人了。但是
法轮功当时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一枝人。他是法轮功的人一直在增加，其他的好多功呢就越来越少。所以当时看到的人还是很多的，离公园头。我都有印象，小时候我们第一个是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我92年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在打压了，所以已经是不准练了。好，都带我们去那个学校里面组织看那些反法轮功的那些宣传视频了。哎呀，好吓人哦，我错，哎呀，好恶心哦。现在看起来，那个在美国其实应该算 child abuse。你让就是那些娃儿去看那些尸体，哎呀，太可怕。好。但是你经常会噻，比如说你在坐公共汽车回，比如说你从学校回屋头的时候，你经常会收到，比如说那个钱上面印起的，还是那个法轮大法好，或者说他给你印平安，他到处都有，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可能从到现在，可能至少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哈，但是就是至少我上回去的时候都还收到过一个钱上面都还印起，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命力确实很强，确实很旺盛，都是特别是在四川重庆地区。那都说，那你有没得比如说，如果现在因为你有那种比如说可以说是很痛苦遭迫害的经历嘛，那么你觉得现在还在川渝地区，比如说还在练法轮功，他们比如说他们转入地下了嘛，那他们那些人，你对他们有啥子建议或者有啥子那个意见，有啥子想法没得？我觉得主要就是说呢，你要注意安全呢，就是2个方面。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够坚持到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地区还在练法轮功，肯定也都晓得这个事情。一个就是说你的手机的安全要特别的注意，一个就是你互联网的安全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中共当局对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监听的都是很严密的。他那么建立了，现在他主要就是通过这个一个是监视你的网络活动，一个就是监视你的手机，把你那个手机定位啊，你走到哪去，你跟哪个通了话呀，你在手机上联系了哪个啊？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他通过你，他不但能够定位你，他还能够把所有和你有联络的人都把他找出来，然后把你们一网打尽个。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就说在大陆内呢，你就说上网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就是不要留下任何就是可以让公安抓到的痕迹。这么多年呢，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其实都发展出一整套的方法。因为海外有很多就是学这个高科技的，他们开发的。现在我听说，连中国的很多的不是的练法轮功的，一般的民众也在用自由门翻墙。其实当时最开始也是主要是想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用，但是后来也传开了，大家都在用。所以说你要通过就说用自由门，就说是网络的这个安全，还有安全意识一定要强。现在我晓得就是很多法轮功学员已经很谨慎了，比如说他出门不带手机，你定位不到我根本就不带手机，我啥事情见面说，电话头坚决不说。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措施，所以最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网上的安全，一个就是手机的安全。现在那个手机就是一个监听器，你任何的信息，它监视你的手机全部都给你监视到，所以你要摆脱对于手机的这个依赖，然后发展出一套就是不要这个手机也可以就是说传递信息啊，互相联络的一些方法，就是回到我们原来没得手机的时代嘛，我们还是过得去。我就觉得主要就是说这2方面特别要注意。而且我觉得那个好像也不光是对法轮功学员呐，就是对，比如说在那个川渝地区想反共的啊，或者是一些异议人士啊，他们也可以用，实际上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都是。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就是网上，一个就是上网，一个就是说，你那个手机，你像所有的中国的开发的软件，啥子名堂微信啊，啥子名堂啥子，就说你聊的啥子名堂，他全部都晓得。而且我最近看到他们已经发展到，就说你把你的身份号码一告诉他，他甚至不需要检查你的手机，他把你的身份号码一输到电脑头，你的微信的聊天的记录，他全部都给你打印得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很多民脂民膏都用在这些上面去监视民众上面了，所以很多人呢可能用习惯了，因为大家都在用微信，你要是一个人不用呢，你跟大家联系不方便。但是你真的你想做点啥子不想让共产党知道的事情啊，你就说这个方面你一定要注意，出事情的全部都是这方面出了问题的。对头。
好的，好，谢谢。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个也是因为我巴苏利亚协会那个问题，我必须问的是，就是你对那个巴蜀独立那个概念有啥子看法呀？就像我们才开始搞那个，就是推动巴蜀地区独立，我们有大概2年左右了，然后我们也搞了一些线上的活动啊，线下的活动啊，些就说你对那个概念本身有啥子看法呀？也不需要考虑我的面子或啥，都是有啥子想法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没得关系的。首先我觉得我听到独立这2个字呢，我就很喜欢，因为你首先你要能够提出独立这个字，首先就说你肯定是不愿意现在这个状态，你要从这个状态当中脱离出来，你要独立出来，然后有一种自己独立的自我的一种，就说在我的自愿的意识下的一种选择，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所以说，现在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各种独立。你看嘛，他当时那个中领馆当时叛逃出来的一个，不叫叛逃，叫投诚的一个官员叫陈永龄哈，在澳洲。我当时他从悉尼中领馆，他是悉尼中领馆的政治领事。一等秘书走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向澳洲申请避难。他就说，中领馆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反所谓的五独，他就是疆独、啥子名堂台独、港独，然后还法轮功，他们就把它归为五独。所以说，你说要搞独立，其实就是说你不承认，你不想承认共产党对你的统治、对你的领导。所以说，他就觉得对所有想搞独立人，他们都视为心腹大敌。所以我觉得能提出独立这个概念呢，首先我觉得就是对于共产党的统治的一种不接受。如果你接受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四川省那个，你没得啥子像独立的概念。我觉得从这个方面讲呢，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从我的看法来看，共产党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马列邪教。他自己都是说，我一上来他就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他自己都把自己叫做一个幽灵，他确实也就是一个幽灵，而且他和其他所有的世界上的政党都不同的呢，他其实不是一个党，他是一个教，或者说他是一个邪教，因为他不但是说要安排你的政治生活，他要安排你的精神生活，他要占领你的就是说精神世界。虽然他号称是无神论，那个只是说他是为了把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打倒，但是实际上，他事实上是把他自己塑成了一个神，一个叫无神论的神，一个叫共产党的上帝。所以共产党的一个天堂，共产主义是一个天堂。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我从来就说他不是一个政党，他是一个邪教，他要掌控人的那个思想和心灵，而且他特别可怕的是，我就有一次，和一个西藏的搞人权的西藏独立的一个人士一起在澳洲悉尼出席一个啥子名堂研讨会，他当时就说啊，我们把那个 China， 他就用他说的是英语嘛，要放到一个 naughty corner， 就是一般小娃犯了。做了啥子样坏事，放到一个淘气角去，要把你惩罚一下。所以他一张嘴闭嘴，他就说把那个 China 把中国抓之后。后来我就站起来跟他说，我说我呢就建议你以后再说到中国的时候，你把它用中国共产党来代替，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不是一个概念。现在大家都知道，都非常明确，就是说共产党对于西藏人民是采取了一种民族灭绝，就说他灭绝你的文化，灭绝你的语言，灭绝你的宗教。但是我说，其实共产党对汉族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他用的语言呢，他是就是说叫做劫持了你的汉语。他表面上他说的还是汉语，他用的是汉字，当然他简化了汉字，但是呢，他是用你这个汉字，他毁坏的是你这个民族的一样的，你的民族的精神，你的民族的文化的内涵，你民族的一切这些好的这些传统。所以说，我说他对于中华的这个民族的这个灭绝，
不太容易像他对西藏文化的灭绝那么容易看得到，因为它是不同的语言。他说这个呢，我觉得正是他的可怕之处。他用同样的语言，然后用同样的中国人的面孔来做他这个，来行他这个马列邪教的这一些的灭绝中华民族精神的这个实质。所以说呢，我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任何能够从中共的这种对我们的精神控制也好、物质控制也好、政治控制也好当中摆脱的努力，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我们首先，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管是你是巴蜀地区的也好啊，啥子名堂、江浙地区的任何一个地区的，你不能够摆脱共产党对我们的这种劫持、精神控制和物质控制。我觉得你根本就无从，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说起，嘎。对，这个所以说这个首先我觉得独立，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你要是说从现实当中看，如果我们不首先联合一切力量，把这个共产党从这个共产党对我们这个民族和这个文化和这个国家的劫持当中摆脱的话，任何独立都是不可能的。你看哈香港的下场，看哈新疆的下场。现在他们对新疆人的这种控制正在向全国推广。他可能没有把我们大家都抓到一个啥子名堂集中营去关起来，但是现在是大家做的叫做数字牢，是不是嘛？你当时给你弄个健康码，就把你管得死死的，你哪儿都去不了。明天如果再给你实行一个数字币，明天再给你发个粮票，再弄个啥子名堂带生物信息的生物卡，所以说。现在什么当局好像说哪个省已经开始要实行实名制了，什么那个管制了，所以说他就说把你这个全国的人就把你整个变成一个数字的这个一个系统，所以说你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和这个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把我们当人质一样、当奴隶一样劫持这个东西没有摆脱之前呢，实际上你谈任何独立呢，就是说实现的可能，我们从现实上来说，都很小。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应该想到如何把这个把共产党从这个中国。从中华民族，从巴蜀也好，从江浙也好，从新疆也好，从新疆也好，我们先把它赶出去，不要它，让它解体。让它解体以后呢，我觉得是我们中华民族恢复了我们的自由之身，然后我们都恢复了我们有我们自由的选择的权利。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再来讨论啊，我们是要大统一啊，我们是要分裂成若干个联邦制啊，或者邦联制啊，或者独立国家呀。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讨论、来考虑。那个时候是我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大家可以充分的来论证，我们是大统一好呢，还是分裂成若干个国家好呢？我想我们。能够展开这种讨论，我一直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当中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大家我觉得一定可以讨论出一个对中华民族最好的，或者大家或者能够取得很多的人的共识的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以后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但是现在目前眼下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如何摆脱共产党对我们的劫持，对我们的这种恐怖的这种高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前提。要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其他的一切呢，慢慢都好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说得很好，谢谢你，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郑女士能够来参加我们这次访谈，那我们这样就结束了啊。好，谢谢你。谢谢。